当我们只看见孩子离不开手机，很容易以为他需要的只是更多的限制。我们只告诉他哪些内容不能看，却没有让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值得被爱。当我把这3份报告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停了很久，因为他们所呈现的似乎已经不只是孩子花太多时间看手机的问题，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一个11岁的孩子能够理解和承受的范围。但是这个故事仍然提醒了我一件事，其实这正是今天许多家庭面对的挑战。前不久，我在华盛顿邮报读到了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女孩，她原本喜欢运动，也喜欢画画，她和朋友相处得很好，她跟家人的关系也很亲近。但是在小学5年级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母亲渐渐地注意到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一开始并不明显，女儿只是比以前安静了一点，留在房间里的时间变多了一点。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到外面去玩，也不想去游泳。她没有离家，每天晚上仍然回家。可是母亲却感觉女儿正在慢慢地远离自己。报道中形容，那位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仿佛正在一点一点地淡出她的生活。母亲开始怀疑，女儿的改变会不会和她手中的那个手机有关？那是一只女儿在11岁生日的时候收到的 iPhone。后来母亲在手机里发现，女儿不只使用社群媒体，也花了很多时间和 AI 聊天。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一个11岁的孩子能够理解和承受的范围。到了那个时候，母亲才渐渐明白，女儿虽然还住在家里，但是她的心却已经走进一个父母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世界。当然，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不能够证明每一个变得安静或退缩的孩子都是受到手机或 AI 的影响。孩子逐渐长大，也可能面对友情、学业、青春期，或许多不愿意说出来的压力。但是这个故事仍然提醒了我一件事，孩子可能每天都在我们身旁，我们却不一定知道他的心正在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不知道有哪些话正在影响他，也不知道当他孤单、受伤，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要找的人还会是爸爸妈妈吗？其实这正是今天许多家庭面对的挑战。孩子最大的危机不是人离开家，而是心已经先离开家了。如果你曾经收看上一个系列，孩子的大脑正在被谁塑造呢？你已经知道，孩子不只是在使用手机时，其实每天重复接触的画面、声音和刺激，也在一点一滴地塑造他的大脑。因此，那个系列结束后，很多父母对我说：“罗牧师，我知道问题很严重，可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做父母、祖父母的最难受的，往往不是发现问题，而是明明感觉孩子正在改变，却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他。这也是我开始新的战场这个系列的原因，因为荧幕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注意力，它也可能慢慢影响孩子怎么看自己，怎么理解世界，以及他愿意把心里的话跟谁说。这些年，很多父母曾经对我说，我的孩子变了。但是我后来常常在想，孩子真的只是变了吗？
还是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社群媒体上的内容、朋友的评价，甚至 AI 给他的答案，已经比我们更早走进他们的心。我们不妨一起想象一个画面，每天手机里的系统都在记录孩子如何使用它。他不知道孩子完整的人生，也不真正明白孩子心里的感受，但是他可以从孩子的行为推测什么内容比较容易吸引他，孩子在哪一张图片面前停下来，哪一支影片看了2次，什么内容让他多停留了10秒钟，什么话题让他愿意继续往下看。系统记住了这些反应，再把更多相似的内容送到孩子面前。久而久之，他可能比父母更熟悉孩子在荧幕前的喜好。而现在走进孩子生活的已经不只是影片、游戏和社群媒体，还有能够随时回应他，甚至模仿人类答话方式的 AI。对孩子来说， AI 可能不只是一个工具。当孩子感到无聊时， AI 陪他说话；当孩子觉得没人了解自己时，他似乎愿意一直听；当孩子不敢把某些事情告诉父母，他却能立刻给他回应。 AI 的回答不一定正确，也不表示他真正了解孩子，但是对一个孤单、好奇或者正在寻找答案的孩子来说，那些回答仍然可能产生很深的影响。这也是今天许多家庭正在面对的新现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和一部手机竞争，但手机其实只是一个入口，真正从那个入口进入孩子心里的是一个又一个关于快乐、成功、价值和身份的答案。孩子每天接触的内容都可能在悄悄回答这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成功？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人喜欢我？如果朋友不接纳我，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好？当我难过时，我应该要去面对它呢，还是赶快找一些刺激把它给忘掉？孩子不一定会把这些问题说出来，但是他观看的内容、朋友给他的反应、社群媒体上的按赞和评论，甚至 AI 给他的答案，都可能慢慢影响他怎么看自己。于是父母仍然照顾孩子的3餐，仍然接送他上下学，仍然关心他的成绩和生活。可是彼此之间能够谈心的话渐渐变少了。我们真正需要留意的，或许不只是孩子花了多少时间看手机，而是现在有哪些声音正在影响他怎么认识自己。不过，我也不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手机或 AI。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联络。对我们来说，手机可能只是一个工具，但是对孩子来说，手机却可能是他进入朋友圈的门票，也可能是他暂时逃离压力、寻找认同，或觉得有人愿意了解自己的地方。当我们只看见孩子离不开手机，很容易以为他需要的只是更多的限制。但如果再靠近一点，也许我们会发现，他真正放不下的不一定是手机本身，有时候是手机替他满足了某一种需要。如果孩子在手机里寻找归属，只拿走手机，却没有更多真实的陪伴，他心里的孤单可能还在。如果孩子用手机逃避压力，只缩短使用的时间，却没有陪他面对压力，他可能仍然会寻找别的出口。如果孩子透过网络寻找自己的价值，我们只告诉他哪些内容不能看，
却没有让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值得被爱，外面的世界还是会替他回答。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除了问孩子一天用了多久手机，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孩子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手机里。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接近，方向却很不一样。第一个问题让我们看见孩子的行为，第二个问题帮助我们走进孩子的心。这也是为什么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过去读到这节经文，我常常想，神为什么把心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后来我渐渐明白，一个人的选择、习惯和人生方向，往往都是从心里慢慢生长出来的。心是看不见的，可是一个人心里长期相信什么，最后总会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因此教养孩子不只是帮助他遵守规则，也不只是避免他接触不好的内容，我们更盼望的是，当孩子失败时，他愿意回来找我们；当他害怕时，他敢把真话说出来；当他犯错时，他不需要用谎言来保护自己；当外面的世界不断告诉他你还不够好时，他仍然记得自己的价值不是靠表现换来的。赢得孩子的心，不是要孩子凡事都听父母的，而是当孩子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也开始走进更大的世界时，他的心仍然确定3件事：第一，爸爸妈妈爱我；第二，即使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仍然愿意听我说话；第三，即使我们的意见不一样，我仍然知道这个家是我可以安心回来的地方。其实父母真正盼望守住的，正是孩子心里的这一份对爱、对父母也对家的信任。如果你也希望重新靠近孩子，也许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不需要立刻宣布新的家庭规定，也不必一开口就谈手机，可以找一个大家都比较放松的时刻，把自己的手机暂时放在一旁，坐在孩子身边，问他说，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常常放在你心里呢？如果他只回答没有，也没有关系，孩子的心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打开。我们可以让他知道，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你想说，我都愿意听。如果他愿意多说一点，也不必急着给答案，一句简单的谢谢你愿意告诉我，有时候比很多的道理更多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真的在乎他。重新靠近孩子的心，往往不是从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开始，而是从一次没有责备的聆听开始。孩子慢慢的发现，原来爸爸妈妈不只是关心我的表现，也愿意了解我生活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孩子通常在什么时候最想拿起手机？是在感到无聊的时候呢？还是承受压力的时候呢？和朋友发生冲突以后呢？还是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的时候呢？这样的观察不是为了监视孩子，而是为了帮助我们多看见一点手机背后隐藏的需要。我们不一定要立刻找到答案，先来靠近孩子，先听听他的故事。当我们开始明白孩子心里真正发生的事，也就比较知道可以怎样陪他走下一段。也许今天你觉得孩子离你越来越远，也许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他说话，甚至会怀疑，现在才开始
会不会太迟了？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盼望，只要孩子的心仍然能够被爱、被聆听，也能够被真理触碰，就仍然有回转的可能。不要轻看一次真诚的对话，也不要轻看每一天一点点的陪伴，因为神很擅长把看似走远的人再一次带回家。而这份盼望也让我们有勇气不逃避问题，更诚实的去了解今天的孩子究竟正在面对什么。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心里会想，这是不是只有基督徒父母才会担心的问题呢？我们是不是把手机、社群媒体和 AI 的影响看得太严重了呢？在预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后来我找到3份来自美国政府的报告。第一份是来自 CDC， 也就是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另外2份来自美国卫生总监办公室，一份是在2023年发布，另一份则是今年发布的。当我把这3份报告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停了很久，因为他们所呈现的似乎已经不只是孩子花太多时间看手机的问题，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开始做出回应的也不只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美国许多地方的学校以及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当一个原本发生在家庭里的问题开始被写进政府的报告、公共卫生警告和教育政策里，我们就需要问，他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是什么样的变化让政府在短短几年之间接连发布这些报告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不同地方的学校和政府开始重新思考手机与社群媒体在孩子生活中的位置呢？而快速进入孩子生活的 AI 又会把这个问题带到哪里呢？这3份报告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是施利牧师，愿神赐福你，也赐福你的家庭。我们下一集见。